铁饭碗被摔碎，国务院强调，所有国企明年必须全面实施新退出机制。令人震惊，新一轮的国企制度改革即将全面铺开。9月27日，在2024年第3次专题推进会上，国资委副主任王洪志明确提出指示称，在2025年之前，所有国有企业必须普遍推行末等调整，不胜任退出机制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在2024年年底之前，所有的国有企业、国有部门必须实行此项制度。这次的命令来得干脆直接，让许多游离于中间地带的所谓领导们，再也没有了可以缓转的余地。为了防范这些领导们用所谓的人情，特地留下一些关系户而清退一些普通职员。国家还提出必须制定好绩效考核结果，规范情形，不得用违法违纪主动离职等加以替代。此话一出，不少铁饭碗们后背一寒，这端了许久的铁饭碗，这下是要保不住了。具体表示，此前不少人拼尽全力努力考试，都是为了能够进入国企，领到一份旱涝保收的薪资待遇。凭借这份稳定的收入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间里，国企职工们都因此过上了稳定的生活。长期以来，铁饭碗的观念深入人心。无论面试的时候说的再天花乱坠，本质上所想依旧是进入国企躺平，安安稳稳直到退休。但是国有企业是国家撬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石，是国家掌控国有市场经济、稳定经济船头的重要船舵。如此死水一般的现状，显然是和国家利益相违背的。所以此次的改革看似来得突然，实际上又在情理之中。面对国情的稍纵即逝，国资委迅速出手，对于各主要企业提出明确要求。为防止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国资委还对提出的要求进行了详细解读。王洪志表示，到2025年之前，国企全面实行这一制度，为的是要用实力说话，充分的激励员工的能力。但是由于时间较短，很多公司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现状，并不能够真正体现奖励以及约束。所以清晰界定退出标准，规范相关情形以及步骤，就可以很好的防止只有制度而不作为的这种情况出现。不过眼下国资委虽然提出了未来的改革方向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可以迅速实施。根据王洪志的表述，眼下还有5个方面的工作必须加以突破和落实。用他的话说，国企深化改革仍有硬骨头要啃。那么这5个方面又将面临着怎样的挑战？2. 迎难而上。其一，国内如今花大力气将资金投入在科研方面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国内科研经费转化成实际成果的比例仍旧较低。这其中既有企业的因素，也有眼下创新体制机制的因素。对于眼下国内环境而言，国内环境相对缺乏科技领军的企业，缺乏带头羊进行很好的带领工作。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完善企业相关体制，并且在国内培养科技领军企业。为奖励科研人员，之后将采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等方式，来对科研人员进行激励，由此推动科技转化为现实应用。第二，现如今的经商环境与10几年前已经产生很大不同，高新科技已经逐步替代低端制造，由此使用老一套方法管理现代企业，必然会进一步拖垮企业的发展效率。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布局迫在眉睫，因地制宜发展是未来改革的主要方向，还要防止过度竞争，避免造成资源浪费。眼下在 AI 时代，中国数字技术已经逐渐趋于成熟，接下来便是利用这项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，由此来焕发传统产业的第二春。可想而知，这项改革将在未来促进中国经济迅猛向前发展。对于战略布局以及专业化整合等方面的能力考教的尤为严苛，这也将会是未来国资委等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高山。第三，则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对于市场管理以及现代公司的治理，一直处于对外学习以及自己摸着石头过河的步骤。就经验无法满足现在需求的当下，党委需要更加清晰准确的研究事项，充分的发挥出自己的作用。
第四，还是老生常谈的分蛋糕问题，相比较起如何将蛋糕做大，如何把蛋糕分好，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难题。在未来的收入分配规划上，对于基层员工，未来务必要加强兜底保障。现有的薪酬比例也将向这一层面进行倾斜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很多地区大锅饭的现状将被打破，按劳分配将切实落实到众多岗位之中。最后，虽说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，相对宽广的胸怀，可以包容出一片更大的舞台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会老老实实的按规矩办事。此时，监督管理部门应该发挥出自己的监督管理作用，同时做好自己与其他部门的职责划分，防止职责边界模糊、国土监管等情况出现。公共管理部门和国资监管机构之间必须有一道明确的划分。对于敢于创新的企业，监督管理部门要给予最大的优化和包容，推进权责清单动态优化、禁止合规免责等新举措。这也就意味着，国家在未来将在最大的可能上为创新型企业松绑，给予一片相对安稳且宽松的经营环境，最大可能激发企业的创造性。可以说，如果以上5点能够尽快落实，以国有企业为带头的市场经济将迎来一轮新的创造活力，经济发展速度也将迅猛提升。不过，要经营这一切的基础，必须是对于现有铁饭碗等企业的打破重塑，并非是铁饭碗生而有罪，而是因为它是改革中不可缺少的一环。3. 为什么又打破铁饭碗？在印象中，每一次国家层面的经济大改革，首要就是对于打破铁饭碗的政策实施，似乎铁饭碗就成为了原罪一般。有些人认为这是市场环境对于铁饭碗的嫉妒，认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，其实不然。那么什么是改革呢？改革的本质是对于利益的重新划分，通过这一局面的改变，引起更大经济的发展。也就是说，利益划分是创造动力。通过以上5点可以看出，国家是希望为创新型经济发展彻底松绑，无论是从政策、经营环境、政策支持还是监管方面，都给予了企业最大的自由，就差直接告诉国企的企业，好好努力，国家是你坚实的后盾。不过虽然说戏台搭好了，但是演员得有动力去唱戏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锐意进取的精神，更多的人沉迷在朝九晚五的稳定当中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如果有人愿意进去打破现有沉闷的环境，反而会引来环境中其他人的相应抵制。此类事件在国内各主要企业中屡见不鲜，经过时间长久的发酵，俨然已经有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态势。打破铁饭碗就是希望让这些老咸鱼们动起来，通过类似淘汰的机制，分化抱团的老咸鱼，令其人人自危。这种情况下，咸鱼团伙内部会不自觉地开始内部竞争和内卷，由此带动整个工作氛围。但在这个淘汰的机制过程中，必然会有不少关系户通过关系钻制度的空子，淘汰一些没有关系但是有实力的人。这在任何一项改革制度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。只能说政策修改的速度肯定是要落后于实际工作内容的。如何把握这时间微妙的平衡？国资委部门必须会花大力气进行制度的修改。一切顺利之下，国企许多部门的陈旧机器将会重新开启。凭借资历、凭借背景说话的现有格局之下，必将会多出一个凭借实力说话，三者之间三足鼎立。再加上末等调整制度，有实力的人必然会在企业中地位越来越高。在这一制度的措施之下，一些年纪大但是有能力的人并不会因此退出，真正意义上的做到大浪淘沙。不过不可否认的是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，格局会逐渐稳定。有能力群体中一些有情感关系者、有背景者，必然更加容易拔得头筹。这种情况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避免的，届时只有通过新制度的改革，才能去堵上相应的缺口，国企的高速发展才不会因此受到影响。结语，这种类似于末位淘汰的机制，此前主要广泛应用于私企，经过多年的具体实施，其中的优劣之处已经被尽数掌握。此时国家提出对国际等部门进行相应优化，
必然是参考了众多来自社会层面的经验，制度相比较过去必然更加完善。区别最明显的一点，在保证员工薪资待遇方面，国企势必会比私企做得更好。国企不是养老的地方，推动企业内部血液流动是必不可少的。眼下突如其来的举措，必然会把一些躺平族重新唤起，或许生活会有痛苦，但是短暂的阵痛换来长远的进步，于人生而言岂不是更好？铁饭碗被打破，眼下来看迫在眉睫。